大家好，关于家庭种植呢，有个育苗的地方，其实帮助不小啊。尤其对于完全没有使用药物意愿的观众朋友呢，有个育苗的地方就可以从源头管理尽量将接触到药物的可能性降低啊。另外呢，保留个空间进行育苗的好处很多啦。毕竟呢，通常很多菜一个季节会种很多轮这样也比较容易控制与调整种植时间上的规划。而空间比较小的家庭种植呢，有个缓冲的育苗区呢，或许只是使用个花盆在蔬菜成熟采收约10天前呢，就开始育苗很快就可以在采收完之后呢，再透过移植幼苗衔接继续耕作了，也可大大的缩短播种后呢等待发芽的时间而这对于比较喜爱的蔬菜呢，也更能避免发生突然找不到菜苗的窘境试想呢，买幼苗后再进行种植，也是一道移植的过程嘛。只要时间安排好呢，提早进行撒种育苗就不会老是觉得呢买幼苗来种速度会快很多了现在进行撒种的是娃娃菜与第2轮的结头菜撒完种呢，进行浇水后开始尝试不同的保湿方式将引粪拿来做保湿的使用由于引粪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加上团粒的结构呢，能有效吸水与增添保湿的效果至于肥力呢，个人没有特别做发酵处理的过程个人就暂时只撒在土壤表面上。在土壤表面上呢，只要不过量就算没有发酵完毕呢，影响也不大。这就像是有人会把生的菜叶或果皮直接摆在果树旁一样而这引粪的意外效果是呢，感觉晚上时呢，还很会去抓取空气中的露水所以呢，这在相对阴凉处的育苗过程呢，就算都没有浇水感觉没有什么差。至于引粪的使用顺序呢，个人觉得与使用目的有关如果你是想利用引粪施肥那就应该先撒引粪，再进行浇水，趁机慢慢溶解掉引粪效果应该会比较好若要更为快速添加肥分呢，甚至可先将引粪溶解充当易肥使用而若像现在呢，只是育苗的过程保湿为主要目的呢，则先行浇水，再撒引粪让引粪吸收水分来保持土表的湿度光看这土表上吸满水的颗粒状是不是觉得有点道理？8天后呢，这幼苗已经长出了这样的过程呢，就争取到或说是偷到8天的时间也该是要整理移植用地了这预定种植区呢，除了杂草之外呢，上方还有一些龙葵苋菜新西兰菠菜地瓜叶、高丽菜花的幼苗直接清除是一种方法但选择将这些幼苗呢移植到其他区进行混合种植，也是整地的方式移植幼苗后呢，要整地就会快速许多了。接下来就是要整地了，如果是您呢，会如何整地呢？但提醒您如果您时常在观看一些种植的影片对于影片中的周遭环境呢，也是观察重点毕竟有时候呢，种植环境实在差很多得适度调整或许已经有人看到种植区的土壤颜色很漂亮与右侧边坡上的土壤颜色完全不同，但还看到什么怪现象吗？因为这区要进行覆网所以在内部右侧呢多挖出一条沟
这是日后进行不掀开网子直接进行浇水的慢淹道啊。不过呢，这还是在找方法的过程等确认可行后呢，再思考如何将流程简化与标准化。而在画面右侧较高位置的图表上方呢，应该有发现好几个凹槽那不是造景啊，应该算是自然界的设施吧。也不是狗的脚印又不是大象，哪有办法把硬硬的土壤呢踩凹而是麻雀呢，老是喜欢在边坡上挖洞把自己塞在凹槽里做日光浴所留下的痕迹啊。11月16日，育苗的过程呢，一共争取到了11天的工作时间虽然这幼苗还很小啦，但对于十字花科类呢，个人是特别习惯于针叶长出后呢，就尽速移苗个人感觉只要长出针叶可能就很快会发出菜味而引来叶菜蛾啦。省掉没有盖网的祸害呢，就是尽量快速移植到网子内说到这呢，顺道来谈个十字花科的问题一般家庭种植呢，如果没有盖网子，在开始长出花心前呢，大概也还需要使用个2到3次的喷药。至于菜苗呢，如果是在往室内育苗呢，才有办法免除喷药的问题因此呢，真要把药物降到更低的方式呢，自行育苗呢，算是个不错的选择由于这幼苗比较小，不耐堆叠所以专程幼苗的容器就要选大一点，土壤挖深跟挖宽一点细根都还是可以保留住虽然说时常被笑说幼苗这么小就开始移植会种不活但其实只要细心呢，再小心一点不但可以种活还可以加速长大。当初想说这号称迷你娃娃菜所以间距大概只留约15公分宽生长到现在的状况呢，叶片感觉有点大可能要再拉大一点距离会好一些种完后呢，一开始的浇水方式呢，只是先测试右侧凹槽的日后蔓延效果但因为是刚种植下去呢，所以也在内部呢先行浇水日后就不再往内部浇水了，顶多只浇在沟槽里最后来分享一个从 YouTube 后台呢看到的有趣又无奈的数据从11月份的统计资料来看呢，约有3/4的人是使用手机观看但很麻烦的是萤幕越大，观看的完整度越高占最大观看比率的观众呢，平均观看的时数却是最短的也只能把影片呢尽量压到10分钟以内不然实在太伤眼睛了。但为了段落分明呢，也只能分段呈现种植效果了，算是不得不的选择啦。谢谢收看。